今天门槛稍微高一点，我要来挑战黑白大厨里面那个不断静置回温的超厉害牛排，这跟我的理念简直不谋而合，请各位帮我评个分吧。欢迎收看克里斯探索，我是 Chris。这一台就安全的定时，所以按下去之后转过来，然后连续。从做节目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换过瓦斯炉，我都是用屋主原本既有的。但一直不换的原因有几个挣扎点。第一个，因为你一个在专业厨房待过几年的厨师，已经很习惯商用火力了，很习惯那个威力。你很难找到可以相匹配的家用瓦斯炉啊。那其实这个好解决，当你蓄热时间够，那一样有足够的温度输出，只是差在那个加热速度而已。那第二个商用炉通常比较大，也不好清。我以前都是用西餐炉，我有待过餐厅的厨师都知道，西餐炉整个炉面都是铸铁炉架，虽然都可以拿起来清，但是非常重。第三个呢，因为我做节目主要也是面向家庭观众。那如果家里换了商用瓦斯炉，就已经不符合家庭料理的规格了。第四点，最后一点，问各位，买瓦斯炉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还是安全？商用瓦斯炉通常都是以输出为导向，它不会配备什么安全装置，所以摆在家里不适合。那综合以上考虑的点呢，最后我换的是这一台庄头北的 TG8312BG 双控安全定时台面炉。庄头北是台湾在地的老品牌的，所以成熟的技术我自然不用担心。像我家热水器也是用过他们的，零件用料都很扎实，产品耐用实在。再看看这台瓦斯炉多有职人感铸铁炉架，强化玻璃面板，终于有我想要的东西了。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两个很开心呢？我跟你们说，刚刚讲到清洁方面，我在外面的教室用过很多家的炉子，一般金属面用久了会有刮痕。有刮痕就容易藏污纳垢，那有上抗污涂层的也是会损耗不耐刮。但是强化玻璃面板就真的很好清。最重要的是刚刚讲的还是安全。那这一台双控安全定时台面炉有5大安全装置。第一点，主动警示灯环，安全看得见。这台双控安全定时炉是升级版的，而这个灯环是新的功能。你正常使用会亮蓝灯，那不正常熄火，像是吹风汤汁溢出电池电压不足，甚至基板故障的时候就会亮红灯，并且主动警示与蜂鸣。第二个，30分钟自动关火。第三，1分钟到4个小时定时设定关火。那这2点我一起讲差别在于说呢，自动关火就是怕你煮到忘记，30分钟就自动帮你关上。那定时就比较适合长时间炖煮。那举个例来说你要炖肉煮1个小时，或者是甚至煮意大利面，可以直接在面板上设定时间，直接8分钟、10分钟按下去，这个就非常实用了。第四个，25公分加宽炉架，这个炉架够宽够大才安全放大锅子4平8稳的，而且炉架往中心延伸也够长，增加最小可用范围，你就可以放小牛奶锅在上面烧啦。第5个最重要的，专利防泼水铜齿盖，它可以导流，防止汤汁阻塞瓦斯孔。然后瓦斯炉都换新的了，抽油烟机我也顺便换一样是庄头北的抽油烟机，这台型号是 TR5366净吸式斜背抽油烟机。一定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是那种美美的欧式梯形的抽油烟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种斜背式的抽油烟机视野比较好，你看这边比较低，一目了然。而且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这种斜背式的抽油烟机通常都是所有型号里面吸力最强的而且这一台有 Turbo 增压，按下 Turbo 键可以急速排除油烟
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想要有比较大的视野，又是输出导向的人，就选这一种斜背式的抽油烟机吧。那详细资料我会放在资讯栏，点进去看看吧。原块牛肉终于让我短暂体验财富自由的感觉了。这一块是牛小排，它是在牛的肋脊部第6、7、8跟肋骨之间的肉，是我在美式卖场入手的，品牌是 Excel， 这是一个知名大众品牌 ，USDA 分级为 QS 级，可见我离财富自由还有一大段路啊。牛小排的开肉教学我之前有教过了，各位可以点击右上角看看。那我今天要做的是更进阶的精修方式，先把表面的油块去掉。好啦，油块都去除后，师傅我们来取筋吧。把刀反拿，平贴插进去，再画出来，露出一段可以手持的大小，把筋拉直拉撑，刀子由厚的地方往薄的地方刮过去，所以记得筋一定要拉直拉撑哦。好啦，内侧的部分修完了。如果你的肉很油，就随时刮一下砧板上的油，这样工作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好啦，轮到外层，外层有些筋会在表面，你可以先把那些筋片掉，再来削油块。好多油啊！哎呦，我的妈呀！全部扒开后的牛小排里面长这样子。我们先按照筋膜切开，分成3份，然后就可以得到2条比较厚的，最旁边这一条比较薄。我们从内侧，从油跟肉之间挖开，一边用刀尖轻轻划开，一边扒，就会分出一片很薄很瘦的肉。分出来的这3条肉，我们就把交界处的筋平贴好，切下来就可以了。这些筋不算厚，但是你修干净的话，口感会比较优雅一点。好啦，这样子就很干净啦。这是员工餐，嘿嘿，这太瘦了，我通常不出给客人，都打下来做饭菜。不要告诉我以前老板哦。另外一面都一毛一样，就不再赘述了。修好的肉放在脆里面，冷冻后再来打真空。我留最后的这一块来煎比较有挑战，而且这块油花最漂亮啊。牛筋切小块放冷冻，下次再教你们做另一种牛高汤吧。至于牛油，我再想想做什么吧。这个拿来煎牡蛎超好吃哦。开完牛肉的工具，记得一定要先冲个热水，因为牛油在室温下会凝固。如果直接菜瓜布刷下去哦，你洗什么东西都是油的啊。要让牛排煎得好吃，我强烈建议先撒盐脱水。盐会吸收牛肉表面的水分，吸收到一个程度会在肉的表面形成浓盐水。而由于渗透的关系，盐水就会进到肉里面，改变蛋白质结构，形成缺口，进而释放出水分，就能达到我们脱水的目的。理想的情况是放在冰箱2天，但是家用冰箱我真的建议1天就好，不然你会吸附各种五味杂陈的味道。另外我会在盘底倒点粗盐，熊这样啦，这可以帮助吸收水汽。我推荐用铝箔纸把脆包起来再抽动，这会比用盖子半盖透气性来得好一点。好，就这样子放冷藏1个晚上。哦，还不错哦。脱过水的牛肉果然迷人啊！那个紧实 Q 弹的表面，还有底下是一片，赞啦，大丰收。这样适当的脱掉水分，对梅纳反应的形成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必须要强调一次，这种只放1、2天的，我们都只能称作脱水而已，千万不要听信别人说什么熟成哦，这跟熟成根本搭不上边啊！熟成是酵素的作用，这需要严格的温度跟时间管理下才能完成。所以一个做熟成牛肉很厉害的人，你也可以称作他为温度与时间管理大师。好啦，总之你只要记得牛排至少要在前1天完成脱水，这样煎出来会更好吃哦。这一块真的很厚，大概有3.5公分，这相当有挑战哦，希望不会翻车。下锅前可以先放在室温让它回温，顺便打开盖子透气，让它再蒸发一点水分。在黑白大厨里面，那个做牛排的帅哥只准备牛肉跟盐就单枪匹马上阵，这么刚好我就是盐的爱好者。我准备几款世界各地不同的盐给各位参考。第一个是法国金鱼牌海盐，这也是我最常用的海盐。海盐有着比一般精盐更多的微量元素跟矿物质，能为食材带来更丰富的滋味。这一点光是盐不准啊，这得要盲测炒菜才知道。接下来是有高经济价值的玫瑰盐。你们一定看过很多玫瑰盐的包装，上面写喜马拉雅山玫瑰盐，拜托，真正的产地是在巴基斯坦啦。由于玫瑰盐呈现粉红色，外观讨喜，所以还会用在其他用途，如 SPA 还是什么风水盐灯等等。我以前老板就在餐厅摆了好多个。你说对风水有帮助吗？我不知道，因为他跑路了。昆布盐，
这个在日式烧肉店最受欢迎的。昆布除了让盐有大海的味道之外，还有满满的无妈咪，也就是脯氨酸，也就是你们俗称的 MSG。哎呀，有了鲜味就会让你食欲大开，一口接一口。但是要记得，这种有调味的盐开封后尽快用完，避免受潮。要保险一点，就是分装真空保存。灰盐哦，这个厉害了。灰盐又称作凯尔特海盐，对，就是包装上写的。它源自于法国，是一种未经提炼的海盐，有着很多人体所需的矿物。不管是拿来沾或者入菜，风味都非常棒。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跟盐之花是不相上下哦。接下来是在节目中引起很多厨师共鸣的马尔顿海盐，这是一款非常棒而且造型非常酷的海盐。它来自于英国，以一种独特的制法，把海水蒸发后形成一个薄片的金字塔状，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带出食材的原味，而且回甘不死咸，还有清脆的口感，是一款视觉跟味觉都非常棒的海盐。那天看完节目，我赶快把它翻出来端详端详，殊不知打开一看，天哪，里面居然都是小强的扁扁，而且还不少。盐里面长小强，我做餐饮这么久还是前所未闻，小强不会咸死吗？而且我打开的时候本强不在家，估计去洗身了吧。那么一包15块的精盐难道不好吗？精盐当然好啊，只是它提炼过，成分单纯，只提供咸味，没有其他风味。我是都留着腌菜跟洗铜锅啦。新的马尔顿海盐这次给它一个珐琅罐装起来密封好，就不会再发生惨剧啦。要把一块这么厚的牛排煎到里外均匀的熟度，外层又要有焦香的梅纳反应，不会太老，那我们就得做2件事分开处理，低温跟高温，利用较低的温度把热传递到肉的中心点，最后再用极高的温度一口气将表面形成梅纳反应。这就是我在线上课程中一直在宣扬的理念。当你已经有食材了，也处理好需要的厚度规格，最终目标就是要外层焦香，里面熟度均匀，剩下的就是解决烹饪方式。所以我选择了低温跟高温分开处理，而为了让高温处理的梅纳反应更极致，我又让表面预先撒盐脱水，这还能帮助入味。在我的线上课程料理万用公式课中，就是在教你料理的逻辑与思路，拆解料理的架构，你就能知道每一个步骤的目的与延伸变化，让你可以自由发挥，不再被食谱框架住。未来你就可以不再依赖食谱，更自由自在的享受料理过程哦。所以我准备了2只锅子，一只铁质的平底锅，一只铸铁烤盘。这只平底锅仅提供低温用途，所以你如果要用不粘锅也是可以哦。铸铁烤盘就很重要，它很厚重，可以积攒更高的热能，在煎肉的过程可以一路爽快的高温到底。温度计、探针或肉叉，这是让你识别温度用的，但初学没那么神，我还是建议你买个温度计啦。在节目中我看到参赛者不断用烟熏增加香气，我是有很多烟熏木啦，但我不曾在煎牛排的时候这样子弄，因为静置的时间说长不长的，但我还是玩看看啦，反正工具都现成的。虽然今天要用肉类决胜负，但我还是忍不住准备了一点蒜头。吃牛排怎么可能不配蒜头啊？带皮蒜头先泡水泡个10分钟，把外皮泡软，这样在煎烤的过程会慢慢释放水汽，在皮里面达到一点蒸的效果。牛肉大约切个1人份左右，再多切一点我要吃的。开火热锅，下一点油，1点就好，保持中小火慢慢热锅，慢慢热持续约1分钟，直到油布满锅子表面并且产生油纹。这时候看好咯，再下油，倒，对，没错，就是要这么多油。因为这一步我们是要用低温慢慢煎，而越多油对传递温度越有帮助，比较不容易有死角。牛肉夹好准备下锅，这样子抹一下，再反过来抹一下。第一次下锅先把四周围洞穴时抹上油，算是给表面一个滋润跟预热啦。大蒜也趁这个时候下锅，因为这个时候温度最低，而你的蒜头含有水分，如果等温度高再下锅容易喷。拿出计时器按正走，一边留意时间。刘海走开了。第一次下锅时间不要太久，总时长我先抓2分钟，并且每一面停留约10秒钟。我们要把热能平均的分摊开来。你一定也听过煎牛排下锅不要动，不要一直翻，那是因为需要用高温制造梅纳反应，跟现在做的事完全不一样哦。放回刚刚的tray，盖上盖子，进行静置跟回温。静置时间抓1分钟，也就是你煎多久就静置多久。试着按压看看，目前跟生肉还是没什么两样。继续煎第2回合，
锅子一样保持最小火慢慢煎哦。这过程温度都很低哦，大约150度左右而已。但由于锅子会慢慢蓄热，所以到后期温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每一次煎都可以把时间再稍微拉长一点点，所以这一次总时长我抓2分半，每一面停留时间也可以循序递增。蒜头也要一边顾一下哦，虽然它不太会焦，别忘了侧面也要立起来煎哦。尤其是越厚的牛排，中心温差就会越大，必须得做仔细一点。时间差不多了，起锅，顺便加上一点微乎其微的烟熏，应该是没什么成效啦，只是好奇而已。第2轮的静置就开始产生弹性了，这说明温度有确实的传递到里面。继续进行到第3回合的加热，这次下锅明显有喷油哦，这说明肌肉组织跟油花在初步受热后产生软化，随之而来水分也就是肉汁产生了流动性。这个现象会在每次的过程越发明显，所以这时煎锅的表面就会开始焦化，这就是肉汁煎过干掉以后残留下来的。我们必须小心控制这个现象，不要让水分流失太多，否则外层吃起来会很干。所以牛排煎得好不好，除了看中心的熟度，外壳的断层切面也是很重要哦。这一轮时间我抓3分钟，肉的回弹非常明显了哦。继续点上不重要的烟熏，都准备好的还是要点完。拿针擦一下蒜头，里面非常松软了哦，可以起锅了。这时你的锅里就是很香的蒜油了，均匀的撒上海盐。好啦，又香又松软的煎大蒜完成了。静置过后的肉弹力就没这么明显了，这说明降温之外，温度也好好传递到里面去。插个温度计测下温度，48度左右，估计至少再煎2次就完成了。而第4轮为了保险起见，我一样抓3分钟哦，越接近完成越不要贪快。比对一下刚下锅的样子，现在的肉看起来又短又胖，这是因为受热后肌肉蛋白会变性收缩，而也因为温度传递到中心，有温度就会有压力，所以肉才会显得肿胀。你看这一轮的肉已经肿胀到像 AK 一样压不下来了，这也是我的容器选太浅了啦，忘记这一次的肉这么厚。记得随手擦一下台面哦，因为前面说过牛油在室温下容易凝固。那这次保险一点，我休息时间多抓了1分钟，毕竟我还有一个高温的外壳还没煎。目前按压到中心点会回弹，说明温度有传递到中心了。我猜大约是3分到5分吧，56度，差不多，还有空间可以操作。再做最后一次加热好了，不过这一次不要太久，我抓1分钟就好。我要再传递一点点温度进去，最后一次留给高温来做，毕竟高温煎完还是会传递温度进去嘛。所以在这一轮就算只提高2度也可以。好了，压不下的 AK 没关系，就这样放着，温度也是会慢慢进去哦。好了，平底锅可以退场啦，换上铸铁烤盘，开大火加热它。这蒜油留着炒菜很好吃哦，过滤一下就好了。目前肉状态非常好，表面不肿胀，内部有回弹。把烤盘加热到至少260度，把肉放上去，压一下让它贴平烤盘，整面确实煎得到。如果你没有这种铸铁烤盘，用不锈钢锅或者是铁锅也可以，大约10秒钟就可以换面了，这个温度很高，6个面都要确实煎到上色。再来一轮换交叉的方向，确实把缝隙都填满。比较窄的那一端就不要煎太久了，因为它面积小，收得很快，容易过熟。好啦，大功告成了。还好有换这一台抽油烟机，Turbo 开下去，什么烟都没了。在做高温这一段的时候，烟真的超多。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状态非常好，因为滴下来的肉汁才几滴而已，其他都是油，这代表温度跟压力控制的不错哦。等过了静置时间，内外温度达到一个平衡，就可以切咯。来咯，有没有料切开就知道了。哇塞，太棒了，完全就是我理想中的熟度啊，非常的均匀，没有断层。除了内部的熟度以外，外壳煎的好不好就是看内圈那一层。牛肉一旦过熟或者太干，就会变成灰色的，在高温烹调下很难避免这个情形，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灰色层越少越好。不知道我这一块评审给不给过？各位给过吗？再来点马尔顿海盐。好了，用牛排跟海盐来一决胜负吧。其实这个做法是一种概念啊，各位动动手指算一下前后所花的时间有多久，而实际拿到餐厅要出餐，你真的让客人等那么久吗？其实有很多空间可以去调整，让出餐速度加快。最简单的就是减少厚度，甚至说疏肥。各位厨师也可以在底下分享你们是怎么处理又大又厚的完美牛排吧。至于烟熏，那算了啦，那点烟还有烟熏的时间根本是鸡肋，那得用炭烧才有味道啦。
评完了是吧？我可以来吃我的大蒜了。牛排就是要配大蒜吃啊！一口牛肉，一口大蒜，哇，超赞！搞不好比赛拿大蒜出来就赢了。아 이거 빠스네 라고 딱 맞추셔가지고 잘 속였다